你若是想离婚，我会签字的。待魏无羡回过神来时，沙发上早已空无一人。魏无羡盯着手里的离婚协议书，两人并没有子女、财产的纠纷，所以手续应该很简单吧。但这几天蓝忘机好像在外面出差，今天才回来，所以必须等他先签字。之所以说是好像在外面出差，是因为魏无羡这几天都搬回魏家住了，就连出差这件事也都是跟蓝思追打听出来的。魏无羡修长的手指有节奏地敲击着手机屏幕，眼睛却看向已经无人排队的服务窗口，已经临近下班时间了，蓝忘机还没有过来。魏无羡终于没有耐心，蓝忘机一向都很守时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明明提出离婚的是他呀。他咬咬牙，点开蓝忘机的微信，不耐烦地敲打了几个字。过来了吗？蓝忘机没有回复。魏无羡握着手机焦躁地站起身，看到窗口后面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整理资料，准备下班了，他气不打一处来，但又无可奈何。这时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蓝忘机的回复：公司有急事，协议书放在餐桌上，我会签字。魏无羡翻了个白眼，这大忙人一切都是以公司事务为先。无奈之下，魏无羡只好起身离开，他得先把协议书送回蓝忘机家才行。魏哥，你还要喝到什么时候啊？聂怀桑已经醉了，一心想要回家睡觉，12点过后再回去。魏无羡瞧了瞧腕间的手表，还差半个小时。放过我吧，魏哥。聂怀桑半趴在桌上，渐渐发出均匀的呼吸声。魏无羡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。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怎么可以准时回家？今天是他和蓝忘机结婚1周年纪念日。两人起床时都没说什么，蓝湛大概已经忘了吧。魏无羡难得起了个早，偷偷瞄了蓝忘机神情，对方像个机器人一样，一如既往准时吃早餐，准时出门，并没有多余的话语和动作。魏无羡也不想吭声，明明就是包办婚姻，大家相处的也一般，这时忽然冒一句结婚1周年快乐，一点也不符合魏无羡的真实心情，太矫情太黏腻了，他又不是总裁的小娇妻。但他还是偷偷准备了一个礼物，那是一支定制的钢笔。他心想，若是蓝忘机起床时能记得今天是结婚纪念日，他就把礼物拿出来。但蓝忘机什么也没说。时针缓缓指向12点，从下一秒起，就不再是结婚1周年纪念日了。蓝忘机独自坐在客厅里，轻轻叹了一口气。面前的茶几上摆放着一个精致的小蛋糕，是魏无羡常买的那一家。蛋糕旁边是一个小小的盒子，里面是一块兔子图案的定制别针，是他专门亲自设计，让云深旗下的珠宝店制作的。蓝忘机站起身，将蛋糕丢进厨房垃圾桶，又把纸盒拆掉，拿出兔子别针放在魏无羡的衣帽间，便去睡觉了。当魏无羡蹑手蹑脚回到家时，屋子里一片漆黑，连一盏夜灯也没给他留。这样正好，魏无羡见蓝忘机已经就寝，也松了口气，这样就不会面对面尴尬了。魏无羡从怀里掏出那支钢笔，在黑暗中伫立了一会儿，最终悄悄将钢笔放在了蓝忘机放在客厅的公文包里。结婚1周年纪念日啊！魏无羡苦涩一笑，带着酒味钻进了蓝忘机的被窝，不小心蹭到对方的脚踝时，蓝忘机也没有醒来。已经几日没有回来，魏无羡踏进门的那一刻，忽然有些怀念，毕竟是住过2年的地方，他的大多数东西都已经搬走了。蓝忘机当然还在公司没有回家，从前就常常是他一个人在家里，现在看起来这房子比从前更冷清了。魏无羡上了2楼，上次清走了常穿的衣服，这次他准备顺便把领带夹之类的小东西拿走。蓝忘机的别针、领带夹都非常简约，商务偶尔出席家族宴会等场合佩戴的都是卷云纹造型的装饰，所以一看就知道哪个是他的，哪个是蓝忘机的。这是魏无羡拿起一个兔子别针，有点犹豫了。这明显不是蓝忘机会佩戴的风格，但他记忆中也好像没买过这个别针，而且是放在自己那堆别针领带夹里的，还挺好看呢。魏无羡将别针拿在手上，仔细端详，发现别针后面刻了2个隐隐约约的字母 WY， 果然是我的，可是我怎么不记得哪里买的呢？魏无羡疑惑着，还是把别针拿走了。
离婚协议书放餐桌上了。魏无羡拿出手机发了一条信息，蓝忘机很快就回复，果真是蓝总的风格。魏无羡看着手机苦笑了一下，提着自己的东西径直离开。魏哥，你真的要跟蓝忘机离婚吗？晚上，心情郁闷的魏无羡又拖聂怀桑出来喝酒，是他提的。魏无羡哼了一声，日子再无聊，他也没提离婚。蓝湛怎么这么轻易就说出这种话了？难道自己真的这么不讨人喜欢吗？魏无羡回头对着酒吧镜面装饰物看了两眼，自己明明这么好看的。魏哥，就我说你俩就好好过呗。聂怀桑忍不住嚷嚷起来，蓝忘机的相貌人品能力哪个不行？多少人巴不得嫁进蓝家，你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偏偏就跟人合不来，难道是蓝忘机那个不行？